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信慧。这次系列的影片，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你如何使用 Arduino。由于教学内容会有连贯性，今天可以依照顺序来观看影片哦。在前面几支影片，我们已经学会如何控制 LED 灯了，但是只能依据程式码中写好的脚本去运作。而从这支影片开始，我们会加入一些感测器，进一步来做出一些有趣的应用。在这部影片中会使用到的零件，你可以参考下方的资讯栏的零件清单。那么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等一下要制作这个范例，透过一颗按钮来切换不同的 LED 灯。我们先来说明一下按钮这个东西。电脑键盘、遥控器、电梯上的按钮，原理其实都是相同的，都是按下去之后，里面的金属导电在一起。透过导电的方式来侦测按钮有没有被按下去。按钮的电路连接方式比较特殊，它的电路接法会依据程式的写法而有所不同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请 ChatGPT 生成程式码之后，才能够去连接按钮的电路。在跟 ChatGPT 沟通时，你只要跟它说明你要按下按钮， ChatGPT 就会产生按钮的程式码了。接下来你就可以在程式码中找到按钮的 PinMode 指令，看看后面括号里的是 Input 还是 Input Pull Up。这两种指令都是可以用来侦测按钮讯号的。基本上 ChatGPT 会随机给你程式码，所以每一次生成程式码的时候，你都要确认它是 Input 还是 Input Pull Up， 你才能够连接线路。Input 是直接读取按钮的讯号。这个电路连接方式虽然看起来比较复杂，但是这也是 Arduino 教学中最复杂的电路图。你只要学会这个电路，后续的课程都难不倒你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Input 的电路连接方式。在连接电路时，我们会先插上最重要的零件，也就是按钮本身。按钮左右是没有分方向的。依照这个图，左边会连接到正极，所以我们会连接一条线到面包板的正极。要确认正极的线有连接到 Arduino 的 5V， 这样子左边的部分就完成咯。接下来中间绿色的地方比较特别，这个意思是中间的3个东西都要把它连接在一起，也就是说要把按钮、D-Pin、电阻这3个东西都放在同一个金属夹子上，让它们连接在一起。要注意，这里的电阻使用的是蓝色 10K 欧姆的电阻，将这3个东西连接在一起，中间的部分就完成咯。接下来要连接电阻右边的负极，同样我们要确认负极最后有连接到 Arduino 的 GND， 这样子整个按钮的电路就完成咯。这就是按钮 Input 的电路接法。接下来是 Input Pull Up。Input Pull Up 这个功能会让 Arduino 透过晶片里的电阻去读取按钮的讯号，因此在连接线路时，我们就不需要再连接一颗电阻，直接连接 D-Pin 与负极即可。所以 Input Pull Up 的连接方式会简单很多。这两种电路接法如果接错的话，按钮会无法运作，所以一定要分清楚按钮在这个程式中到底应该是接 Input 还是 Input Pull Up。但要注意，你不可以直接动手将 Input 改为 Input Pull Up， 因为这样子做会导致按钮的逻辑颠倒，原本按下去跟放开了的状态会相反。所以如果你想要 ChatGPT 给你 Input Pull Up 的程式的话，你可以直接跟他说 Input Pull Up 的按钮，这样子 ChatGPT 就会给你这个程式码了。好了，大家可以先试着利用按钮来操控 LED 灯的灯号，你也可以随意更改指令，利用按钮来控制 LED 灯的状态。在熟悉按钮的使用方式之后，接下来我要分享按钮的延伸应用。按钮这个东西的原理就是按下去时，这2只脚会连接在一起，也就是说 Arduino 在使用按钮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侦测这2只脚有没有导电。因此透过这个原理，我们可以把按钮直接替换成2条电线，碰在一起就等于按下按钮，分开就相当于按钮还没有被按下。
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原理来侦测东西有没有导电。比如说，我把硬币放在这边，就相当于按钮被压下去了。当硬币被拿走的时候，就会切换灯号，你就会知道硬币有没有被偷走。你也可以利用回纹针之类的导电物体，绑上一根棉线来侦测门有没有被打开，或是使用铝箔纸贴上不会导电的物体来侦测东西有没有被射倒。我之前制作过的自制感测器就是使用相同的原理，透过纸板跟铝箔纸来制作成可以用脚踩也不会坏掉的按钮。按钮可以说是 Arduino 专题中最重要的感测设备，其中导电原理的应用也可以做出许多有趣的装置。在下次影片我会分享可变电阻的使用方式。如果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记得要按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拜拜。